如果有那么一个瞬间，你发现自己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回望来路，心中充满着对某人的眷恋、愧疚或是不忍离去的哀愁，你张开嘴，却发现那些最炽热的情感在苍白的语言面前显得如此词不达意。你想提笔，却发现颤抖的手指无法承载灵魂的重量。在那一刻，你是否渴望一种奇迹？渴望有一个人能穿过漫长的硝烟与荒芜，敲开你沉重的家门。当这个人坐在你面前，在那一双如蓝宝石般澄澈却又似乎不带一丝人间烟火的眼眸注视下，你只需要交出你那些破碎的凌乱的心事。随着打字机那富有节奏的金属敲击声，那些无法言说的痛苦，那些不敢触碰的思念，都在那一双冰冷的机械手下被转译成了温润如玉的文字。它不仅是在代笔，更是在废墟之上为你修补那些即将破裂的羁绊。它的名字叫威尔利特·伊夫加登。很多人说紫罗兰永恒花园是一部关于成长的童话，但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一份关于人类情感如何被唤醒的终极卷宗。它记录了一个被视为战争机器的少女，如何在寻找爱的定义的旅途中，用文字重新构建了对他人的共情，也最终补完了自己的灵魂。欢迎来到补完计划档案馆，我是馆长。今天让我们一起屏住呼吸，打开这份关于爱与成长的档案。威尔利特的起点是一片虚无，他不是作为一个人被抚养大的，而是作为一件武器被磨砺出的。在连年的硝烟中，他没有属于自己的姓名，只是被作为一件致命的工具在将领间转手。他那双后来用来打字的手，曾熟练地拆解过无数长枪，也曾无声地终结过无数生命。战争结束后，他被遗留在和平的病榻上，失去了双臂，也失去了唯一的灯塔——基尔伯特少校。少校在硝烟中留下的那句"我爱你"，对当时的他而言，仅仅是一个逻辑无法闭环，甚至让他感到恐慌的程序错误。他像是一台被抽离了指令的机器，在战后的阳光下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即便穿上了丝绸的长裙，他的骨子里依然刻着那种服从命令的铁血惯性。为了理解那句"我爱你"，威尔利特选择成为了邮政公司的自动手机人偶。但初入职场的他，简直是所有顾客的噩梦。他只会机械地记录那些直白的话语，甚至会因为过分诚实而揭穿委托人最尴尬的秘密。然而成长往往发生在那些看似微小的缝隙里。在人偶培训学校的教室里，他曾替女同学给酗酒成性的哥哥写下了那句藏在酒精与愧疚之后的谢谢，那是他第一次触碰到文字背后隐藏的真心。他也曾跋山涉水，为两国的公主与王子转达情书，用那些瑰丽的词藻缝合了政治的裂痕，促成了一段跨越国境的姻缘。他甚至不顾阻拦深入战场，在垂死士兵的战壕里，抢在死神之前记下了那封满含眷恋的遗言。虽然士兵最终留在了战场，但那封信跨越了硝烟，完整地送到了他故乡父母与爱人的手中，完成了他人生最后的心愿。这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委托，让他第一次意识到文字存在的意义是为了说出那些人类深藏的真心。随着思念的堆叠，他的成长开始从理解词义转向了感同身受。在那个深陷丧女之痛的剧作家身边，威尔利特第一次深度参与了一个灵魂的重建。当他们在探讨剧本中的女儿该如何踏过湖面回到父亲身边时，一个奇妙而瑰丽的构思在现实中重演。为了替这位父亲证明那份跨越生死的重逢，他提着阳伞在清晨的湖面上纵身一跃。那一幕仿佛是他灵魂觉醒的祭典。飞舞的裙摆，溅起的水花，以及他那双澄澈如蓝宝石却写满了疼惜的眼神。这一跃让他在那一刻不再是执行任务的机器。他第一次在别人的泪光中照见了自己灵魂的雏形。他开始明白，文字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承载了那些连死亡也无法剥离的眷恋。然而，当一个人的心变得越柔软，曾经的罪孽就会变得越沉重。当威尔利特终于得知少校已死的真相，所有的精神支柱瞬间坍塌。他开始疯狂地掐住自己的脖子，试图亲手终结这个充满了矛盾与负罪感的生命。那句关于浑身着火的预言终于变成了现实。他必须在废墟中亲手杀掉那个作为兵器的自己，才能让作为人的自己浴火重生，
当他在那封没有收件人的信里写下最终的告别，并决定即便没有命令也要活下去时，他已经完成了从工具到灵魂的跨越。至此，那个只会杀戮的少女已然远去，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能够读懂每一次呼吸、每一滴眼泪的顶级代笔人。他已经在那场漫长的自我补完中交出了最完美的答卷。但在我们去触碰那篇最令人心碎的高光章节之前，有必要先回望一眼那个孕育了这份温柔的如夕阳般瑰丽的时代。自动手机人偶这个名字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关于人工智能或精密机械的科幻命题，但在紫罗兰的世界里，这个名字诞生于一个极致温柔的初衷。一位科学家为了失明的妻子发明了一台能记录声音并自动将其转化为文字的机械打字机，他将其命名为自动手机人偶。随着时代更迭，机械被更高效的职员取代，但这个名字却保留了下来。它演变成了一个特殊的职业，那些接受委托代人写信，将无法言说的情感转移为文字的女性，都被统称为自动手机人偶。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威尔利特一生的缩影。起初，它只是一台执行命令的机械，最终他成为了那个注入灵魂的写信人。虽然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它的根基却深深扎在现实的土壤中。剧中那个半机械、半古典的时代，精准地对应着现实中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转型期。那是一个旧时代的温情尚未散去，新时代的冰冷钢铁已然降临的交叉点。在那个通讯尚依赖邮件的年代，真实的历史中也确实出现过一批被称为打字员的职业女性。在那个没有实时通讯的时代，文字的递送是有时差的，这种时差赋予了思念一种近乎宗教般的仪式感。而威尔利特那双金属义肢正是那个时代最鲜明的隐喻，它是战争留下的伤痕，却在和平年代敲击出了最温柔的回响。同时，我们也无法绕开这部作品背后的鲜血与泪水。在紫罗兰系列制作期间，金阿尼遭遇了那场震惊世界的纵火惨案。这部作品的许多创作者在现实中也经历了如同剧中角色那样的死别。这部作品的后半部分，尤其是剧场版的完成，几乎是幸存者们忍着剧痛，用画笔为逝者写下的一封长信。这解释了为什么这部动画的光影达到了近乎神性的高度，每一帧如画的风景，每一次指尖的颤动，都倾注了制作团队对生命与传承最极致的敬畏。他们在现实的废墟中，像威尔利特一样，用近乎执拗的专业补完了这份关于爱的遗作。当我们在屏幕前为那些文字流泪时，我们所感知的不仅是角色的心跳，更是创作者们跨越灾难，试图传递给世界的温暖与希望。现在，让我们跟随威尔利特的脚步，走进那座被阳光笼罩的庄园，去见证那场预知了50年的最伟大的思念接力。在整部《紫罗兰永恒花园》中，第10集之所以能成为全系列的核弹，是因为它首先建立了一个极其残酷的错位视角。在小女孩安的眼中，那个穿着精致、面无表情，甚至双手都泛着金属冷光的自动手机人偶，不是什么传递心意的使者，而是一个冷酷的时间掠夺者。安并不关心什么写信，他只看到这个陌生女人占据了母亲最后也是最宝贵的时光。在死神的脚步声日益临近的庄园里，每一次打字机敲击出的清脆回响，在孩子听来都像是生命流逝的倒计时。这种压抑在安推开门的那一刻达到了顶点，他哭着哀求母亲，陪陪我就好，不要再写信了。但那个平时温婉的母亲却第一次展现出了近乎残忍的坚决。请记住这份压抑，因为所有的不解都将在那个名为未来的信封被拆开时化作足以支撑一生的温柔。随着剧情的推进，我们开始触及这7天代笔的真正底色。这不仅是安的成长，更是威尔利特职业生涯中最剧烈的一次灵魂震荡。此时的威尔利特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执行命令的战争机器，他开始明白，文字不仅是传递信息的符号，更是人类唯一能跑赢死神、留住体温的载体。他看穿了母亲正在变冷的双手，也听出了那支离破碎的呼吸声背后的急迫。他在打字机上敲下的每一个字，其实都是在进行一场跨越生死的灵魂备份。他知道母亲无法亲自陪女儿长大，所以他必须在死神的镰刀落下之前，用墨痕在纸背上绣出起一道情感的防洪堤。这就是文字最伟大的力量，哪怕声音会消散，肉体会凋零，只要这些承载着心意的信件还在，母亲就从未真正离开。在这一刻，
威尔利特不仅仅是代笔，他更成了一个穿越时空的投递员，替一个将死之人向50年后的世界投递了一份名为母爱的礼物。当威尔利特完成任务离开，当安在那个落寞的午后失去了母亲，真正的奇迹才刚刚开始。动画用了一段极度克制却又后劲无穷的蒙太奇，展现了安在往后岁月中收信的场景。8岁，在最寂寞的童年，母亲写道：不要消沉，我一直在你身边。10岁，在成长的叛逆与迷茫中，收到了跨越时空的关怀。18岁，情窦初开的少女，在心上人面前，感受着母亲对她爱情的祝福。20岁，当安怀里抱着自己的小宝宝，她再次读到那句生日快乐，那一刻，生命完成了某种神圣的重合。很多人曾问过，为什么画面只停留到了安的20岁？我认为这正是创作者最高明的留白。当安长大成人，当他也开始像母亲当年那样拥抱自己的孩子时，他已经不再需要具体的画面来向我们证明那份爱的存在。20岁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信件是母亲跨越生死，牵引女儿走过漫长岁月的手。在这之后，这份爱已经化成他生命里不屈的骨骼。那些没画出来的岁月，30岁时的成熟，40岁时的操劳，50岁时的安然，这些瞬间里，母亲的信件依然会准时到达。即便画面上不再出现那封发黄的信纸，我们也知道，在安看向自己孩子的眼神里，早已融进了50年前那个午后的阳光。母爱的终极目标不是控制，而是当你学会去爱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份预知了50年的思念，早已流淌成你生命里最温暖的血液。爱不仅仅是陪伴，有时候，爱是忍着剧痛的放手，是预知了余生所有的思念，只为让你在往后的50年里，哪怕世界再冷，回头看时，依然能感受到那个庄园午后的暖阳。这一刻，威尔利特终于从一个完美的人偶，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不仅护送了母亲那份沉甸甸的告别，也在这场跨越时空的接力中，最终补完了自己的灵魂。威尔利特在公司里的那场大哭，是全片最温柔的崩塌。曾经的他，寻找爱的含义，只是为了完成基尔伯特少校留下的最后一道命令。那时的爱对他而言，是一个待解的逻辑，是一个必须填上的程序漏洞。但当他在安的庄园里，亲手封存了那50年的思念，他才真正意识到，理解爱的代价，是必须同时接纳伴随爱而来的剧痛、离别与永恒的孤独。这种成长是不可逆的，它像是一场盛大的成人礼，剥离了它作为工具的纯粹，却赋予了它作为人的沉重。理解爱，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幸福，而是为了在面对无法逃避的失去时，拥有了能够为之流泪的资格。从第10集那份跨越50年的母爱接力，到外传中姐妹间那句只要呼唤名字，羁绊便永不消失的誓言，再到剧场版里那个受困于病榻，却拼尽最后力气为父母留下道别的少年。紫罗兰其实只讲了一件事，在脆弱的生命面前，文字是人类唯一的情感备份。这种羁绊的广度远不止于生死。人类的肉身太单薄，经不起战争与病痛的摧残，记忆也不可靠，总会在岁月的洗刷下变得面目全非。而书信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强行固化了那个瞬时的温度。威尔利特所做的一切，本质上是在进行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试图在生命凋零之前，为爱留下一道永不消逝的备份。他在那个注定要走向遗忘和荒芜的世界里，为每一个普通人强行留下了一张通往过去的门票。这不仅仅是文字的力量，更是人类文明在面对死亡与遗忘时发出的最体面的反击。我们写信，是因为我们确信自己正被某人深爱着，或者正深爱着某人。这些信件像是投向浩瀚时间长河的漂流瓶，哪怕收件人相隔万水千山，哪怕彼此阴阳两隔，只要那层封蜡被拆开，那份信意就完成了一次跨越维度的传送。在以往的档案里，我们习惯了解构宏大的叙事，但在紫罗兰里，我们触碰到的却是最微小也最坚韧的东西。那是指尖敲击打字机的清脆声，是封蜡按下的印记，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最纯粹的思念与寄托。信件终会发黄，但爱留下的印记永远鲜活。如果你也曾被这份温柔治愈，请点赞、关注并分享这份档案。你的每一次支持都是支撑馆长继续补完下一部作品的动力。